前一阵子呢，我们刷力扣的题目啊，特别是有关于那个一系列相关于那个股市的最大获利一些问题啊。当然每个问题啊，它当然都会放不同的条件。相对来讲，有的题目来说它比较容易，但是有一些题目呢，要解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我们打算呢是针对部分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做出一个解答。好，那我们就先把这画面呢先缩小。所以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力扣714题啊，一样是最佳的时机买卖股票，但是它这边是加上一个条件，它是有加上交易费的。那这个可能会跟真实的状况比较接近啊。我们真实的股市交易其实是有交易费的。那这边的情况是，它这边有一个限制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同时进行多项交易。哦，也就是说，你卖之前必须要买嘛，不能说同时卖嘛，反正就是你账面上的你要不然就是全买，要不然全卖，基本上它有没有限制交易次数？这里是没有，完全没有限制，那我们可以大致来看一下，它这边一个例子，这边像是这里的第一个例子。假设它的价格是132,849，交易费是2，那它这边就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最大的最大的获利值是8呢？你可以这样做，就是买在第0天，卖在在第3天，也就8的地方。所以这边呢是算一次交易，然后接下来呢，在prices 在4的时候呢，也就是等于4，这个时候再买进，然后呢在最后的时候再卖掉。那分别你这边有2次的交易，所以这边就是8减1再减掉交易费，然后再加上9减4再减2。交易费两个加起来是等于8。下面的例子呢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其实可以看我们之前所做的一个情形。当然，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个和贪心演算法和股票交易有关的笑话。有一天，一个贪心的投资者去找一个聪明的算法工程师帮他写一个程式，用来求解最大股利。他告诉工程师，他已经找到了一种非常简单的贪心策略，只需要在每个股票上涨的时候卖出，下跌的时候不卖，这样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工程师听了之后想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方法不太对吧？如果股票上涨了100%，然后再下跌99%，你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了。贪心投资者听了之后没有理解工程师的话，只是叹了口气，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输钱的原因，我不懂这些复杂的算法。”工程师听了之后笑了笑，说道：“别担心，我们可以写一个更好的算法，让你获得更稳定的利润。”最后，工程师帮贪心投资者写了一个基于动态规划的算法，让他获得了更稳定的收益，而不是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股票交易中，只依靠单一的贪心策略往往不够稳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并使用适当的算法来实现更好的交易策略。好，那我们的有关在这边 Lico 上面解答的一个程式我们大概简单先说明一下。那首先我们当然是先取 prices 它的一个 size， 然后当它这个 s 就是它那个长度如果是小于等于1，我们就当然就完全没有获利的可能，就是0。好，那在这里面我们有2个变数，一个叫做 buy， 另外一个叫 sell。那基本上就指的是买跟卖的一个状态。
买的情况呢，我们这边买指的是我目前的，就说我们买进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获利，当然一开始的话是负的，sale 的话是0，我们在第0天就假设你就先买进嘛，那也真实实际的情况也不一定是如此啊。那这个实际上当然要看。好，那我们透过回圈迭代从1到最后，那基本上呢，每一次我们就替换它的值。买的时候是买的状态，它就是看你 sale 的在前一次也就是说 sale 在前一次迭代它的那个状态值再扣掉我们这次的 prices。好，那我们这个卖 sale 的那个状态呢，也是取sale 前一次迭代跟可能是我们这已经更新的 buy 或者是上一次的 buy 的值相加，记得要减掉交易费。如果交易费是0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把另外一个问题也解答了，也就是说，它没有交易费的情况，但是没有限制交易次数那个题目。好，那然后我们就可以 return 我们的 sale。那我们看一下它那个执行的状态那这边3个 case 我们应该都 OK 第3个 case 应该是我们自行建入的。那我们这里当然可以再把它的情形做一些更动。比方说我们这边再将它的交易的日期再拉长，那这边我们做一些更动，比方说这边是9的地方改29，那我们的交易费呢改成2，不同的情况你去看一下，那执行。好，我们特别看第4个状态，那它当然也是正确的，但我们希望能够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 buy 跟 sell 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这边分别是把 buy 输出，然后中间加上个分隔的字串。然后再加上 sale 的一个情形，好，然后我们再让它再执行一下。好，那我们可以看它在它的 console 的地方，它是有一些数值出现的。当然后面的话，我们可特别看第4个后面的话，这边我们可以把它展开。所以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这边只要是 buy 的地方有发生变化，应该就是有买进。那 sale 有变化的比方说0到5这边应该就是有卖出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知道我们的何时买进何时卖出的一个情形。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已经 submit 过了，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分数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是它可以解释很多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把这段程式我们把它 copy 起来，我们去问一下 ChatGPT。
啊，看他能不能给我们有任何的一个建议。请问你能帮我分析下面这一段程式码吗？所以这边大概针对我们的程式码逐行去解释那我们这边呢，其实刚刚就已经做过了。好，那所以这里面我们其实主要是想询问它背后的这些一个机制请问 AI 这段程式码是利用了什么样的程式设计的技巧 ？Enter。所以这边大概也是大概是说明我们其实要不是这个我们希望它能够跟我们讲出背后的一些原理。请问 AI， 我们这段程式码是用贪心演算法还是动态规划这一类的程式的设计的技巧 ？Enter。删除 ，Enter。贪心演算法通常通过从当前情况下做出局部最优的决策来寻找全局最优解。在这段程式码中，每次循环中，通过更新 buy 和 sell 变数的值，计算当前时刻的最佳买入和卖出时机，进而找到最优解。这个贪心策略的关键在于将问题分解为多个局部最优的子问题，并通过局部最优解的组合来获得全局最优解。与贪心演算法不同的是，动态规划通常是通过将问题分解为多个重叠的子问题，并使用递归式来计算每个子问题的最优解。这段程式码利用了贪心演算法来解决股票交易问题，而不是动态规划。其实我们这个相同的演算机制那我们甚至把条件再放这稍微改变一下，也就可以解答其他的问题那这个是有交易费的，另外我们去看到没有交易费的，没有交易费的跟之前有交易费的差就差在这里，就交易费是0嘛。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字形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OK 嘛，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再回到它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就121题那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这一题差异就是在buy 的这一边buy 的这边它就没有 sell 这一项。那原则上它基本上就是取从一个低点进入，然后再从高点卖出这个执行上我看会不会有问题？也没有任何问题，也都是正确。OK。